大家好，我是小猪。我挺佩服这俩人的，一个是电视剧《离幸福只差半步》的编剧。这部2014年上映、改编自韩国导演郭在容监制的电影《钢的琴》的剧中，有个角色叫具俊晔，外号胖头，朝鲜族。在第5集里，具俊晔在舞会上勾引别人的未婚妻被打，结果被薅住头发才发现胖头是个秃子。具俊晔犯了什么错啊？他勾引我未婚妻。老张，那舞会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场所，任何人都可以去邀请别人和接受别人的舞乐。你未婚妻自愿跟这个具俊晔一块跳舞，这怎么谈得上是什么勾引？剧中还有个角色叫汪小菲，是个奸商，在28集里有争夺抚养权的剧情。汪小菲能给孩子的一切都是物质的，你那种能豁出去命的父爱，汪小菲是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。这部剧在2011年开拍，彼时汪小菲和大 S 三亚大婚。2014年上映的时候，他们的女儿小月儿出生。而另一个呢，是在2018年具俊晔参加韩国相亲节目上这个算命的。참 신기한 게 남자분 사주들은요, 돈이 생기잖아요. 그러면 전조의 증상이 곧 여자가 들어온다라는 의미가 돼요. 진짜? 네. 또는 진짜? 먼저 이미 여자가 생겼다. 그럼 돈이 곧 들어오려나 보다. 具俊晔53岁结婚，56岁丧偶。由于大 S 没有遗嘱，所以按照台湾法律，具俊晔和大 S 的一对子女平分了遗产。支付宝到账1亿元。天降横财，之前具俊晔舔着脸吃软饭，现在有了法律背书，具俊晔理直气壮吃软饭。之前一边为转移媒体对 S 家的问责，一边让汪小菲变成全民公敌。具俊晔大方做好人，表示 S 的遗产自己分文不取，全让渡给丈母娘，豪言壮语言犹在耳。现在却安静如鸡，再不敢提遗产的事儿。我那是逢场作戏。如今浓眉大眼的撂下韩国80岁的老娘不管，需要陪伴的丈母娘不管，拍胸脯喊话不让恶人靠近的大 S 子女也不管。轮不上他管。大 S 在世时，具俊晔全球飞，看展做富贵闲人。大 S 是在2025年2月2日去世。坊间传言 S 人生最后1年，具俊晔大部分时间待在韩国，不是空穴来风。这是他2024年下半年的行动轨迹，我们来仔细看一下。7月16日他在韩国见朋友，8月18日在韩国聚会，9月26日和朋友在韩国喝咖啡，10月4日比较忙，和一帮朋友吃饭逛街买衣服，11月15日又是和朋友在韩国饭聚，12月20日，此时距离太太大 S 去世，他摇身一变成为痴情男人还有2个月，他还在韩国。具俊晔和大 S 婚姻3年，不过有数的36个月不到。一边是经小 S 之口散布出来的要欧巴抱着上厕所喂饭的姐姐， KBS 纪录片里被上段婚姻折磨得下不了床，具俊晔一见面就要伺候喂饭亲手照顾的新婚太太。一边是具俊晔在韩国有酒有肉的惬意老光棍生活。哪个才是这段惊世婚姻的真实面貌呢？恐怕只有当事人才清楚。上集我抽丝剥茧，从 S 去世开始按时间轴捋到婚姻3年，具俊晔的各种骚操作。这集再按时间轴往后推，详聊他的巨星和富豪谎言。酷龙组合在1996年5月发了第1张专辑，同年9月 HOT 发专辑。这张专辑里有此后风靡亚洲的大夯曲 Candy。 没多久水晶男孩也出道了。因为具俊晔呢，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，他其实在1996年之后，其实他一直是韩国的一个所谓的韩流里面的一个基础，也是一个韩流的代表人物。文婉姐，你可吃点好的吧，
我们80后是老了，但不是死了。韩流鼻祖能轮得上库龙？光沙滩拍死的那波，库龙都排不进去。今天圈里的后辈能叫具俊晔一声哥，是因为他够老，就和很多明星老了自动就变艺术家一样，也是因为够老。但早期在韩国娱乐圈的惊涛骇浪中，库龙顶多算小舢板，在水晶男孩和 HOT 这2艘巨轮中夹缝生存，碾压成渣。后面紧接着 NRG 神话也出道了，来势多凶猛，不用我多说了吧。库龙被悄无声息地拍死在了沙滩上，这也是为什么1996年库龙好歹得了些奖，但是后面忽然就销声匿迹，越来越力不从心的原因。国内混不下去，库龙就加入了韩国出海打工的队伍，也东施效颦 HOT 去了日本。当时日本作为亚洲最大的音乐市场，1998年在红白歌会时的木村拓哉长这样，再看库龙，眼睛没瞎的应该都清楚为什么他们打不进日本市场了吧。库龙在日本混不出头，彼时亚洲第2梯队是香港，库龙也打算去碰碰运气。1999年的香港是这货当道，我早就说过，小谢是土帅界的地标，英文叫土 landmark。 咱就是说小谢土是土点儿，但帅也是真帅，发型一搞，墨镜一戴，加上父母都是港圈的老将，星二代光环之下，土帅的小谢在香港市场站得很稳。你再看库龙这俩，江原来我按下不表，人家是作曲填词玩乐器那挂的，靠才华吃饭。具俊晔作为团队的颜值担当，英年早秃，又黑又油，这儿那儿像个18铜人，如果中间偷偷加上个500，你都发现不了。好吧，眼睛没瞎，应该清楚为什么库龙打不开香港市场了吧。还有，判断在香港红不红的金标准是看其是否上过劲歌金曲。库龙不仅没上过劲歌金曲，连奖门人都没上过。香港的主流圈子，库龙根本半只脚都没踏进去过。然后库龙去了大陆，相对来说大陆的门槛比较低，但库龙也只是昙花一现。99年11月，库龙在北京举办过一次演唱会之后就迅速消失。消失的原因很简单，韩国的另一支偶像团体 NRG 在98年11月11日跟随时任韩国的总统金大中访华，在中国剧院举办的中韩友好文化交流演出中亮相，一炮而红。刚好临近年尾， NRG 在12月又发了一张贺岁专辑 Seasons Greetings， 这张专辑获得了最佳销量奖。第2年中国就正式引进了 NRG 的使者专辑，大陆首波的韩流由此引爆。当时报道 NRG 是第1个登陆中国的韩国组合，但如果严格按时间线说，库龙比 NRG 早到北京，但媒体却直接绕开了库龙，可见当时库龙的存在感有多低。是否上过快乐大本营是判断明星在中国红不红的金标准。NRG 是在1999年7月初上的，中国综艺的扛把子快乐大本营的邀请函，库龙根本就没拿到。另外97年成立的 NRG 长这样，库龙这俩，怎么说呢，眼睛没瞎应该知道库龙在中国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了吧。库龙去了台湾，不小心火了，签了滚石，也就是说被台湾现在吹破天的具俊晔所谓席卷亚洲的微水史，其实是当年整个亚洲转了一圈，碰得灰头土脸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从此红遍亚洲，韩流鼻祖，国际巨星作为库龙组合的定语跟了几十年，这个红利具俊晔舔着脸吃到现在，吃的大 S 旧情难忘，搏命也要圆这桩旧梦，吃的在韩国老光棍半辈子，拉着行李箱就来台湾入赘，还吃成了众星拱月的国民姐夫，3年送走媳妇儿，继承1/3遗产的绝世痴情好男人。我已经词穷了，上秀慧姐。
这么仔细一捋，才发现原来库龙如此唬人的韩流鼻祖 title 竟然属于台湾特供，搁其他地方都不好使。但凡你把库龙组合是亚洲巨星这话翻成韩文，往韩国社交媒体一放，信不信韩国饭圈的家人们能给你上一道徒手撕卤蛋？就韩国粉丝的战斗力，你不撒丫子逃跑都能被怼怀孕。别说具俊晔从今以后再回不去韩国，就他80岁的老妈都要连夜用蛙泳泳姿游到台湾投奔儿子。库龙火遍台湾的时候，正是大 S 苦苦追求具俊晔的时候。你想光头会跟我结婚吗？我觉得你只要用诚意感动他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好，我很有诚意，我希望他跟我结婚。但如日中天的具俊晔不认毛，只把他当成一个略有姿色的迷妹，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不少。大 S 见到他就小鹿乱撞，反而具俊晔看着四平八稳，一脸冷淡。那他带我们去吃一个叫新鸡汤的那个韩国食物，好俊晔好帅哦。然后话锋一转，说和那个人不熟悉。 그리고 그분하고 저하고 사이는 뭐 별로 그렇게 여러분들이 생각하는 것만큼 심각한 사이도 아니고 전혀 일적으로 만났었기 때문에 여태까지 그분하고 저하고 이 커뮤니케이션이 좀 어려워서 어떻게 될지 잘 모르겠어요. 请注意，这里他甚至都不愿意提 S 的名字，而是用那个人来代替。在韩国，这个称呼可以当一项文化的国度，用那个人，也就是Ju Salang 称呼一个人，是带着轻视、不屑，或者是不太熟悉、不想提及具体名字的意味。可见当时具俊晔对这段感情的态度。我不懂韩文，如果这里说错了，希望熟悉韩文的观众来指正。后来和 S 再续前缘后，提起当年分手，具俊晔说当时是被公司逼迫，这就更搞笑了。和具俊晔同期的木村拓哉，在1999年和工藤静香交往，并于2000年结婚，而且是在偶像文化更森严的日本。怎么人家就能恋爱甚至结婚，你具俊晔就不行？远的不说，就拿具俊晔的队友姜元来来说，出道前他已经和女友金松交往了10年，感情稳定，而且库龙上节目，姜元来也大方承认了恋情。不过呢，这只是那个电视访问中有很多人问他们是有没有女朋友嘛，然后姜元来今天说他自己已经有女朋友在韩国了。怎么到具俊晔这儿就不能说了呢？另外，通常只有走偶像路线的明星才会被要求不能公开恋情。想必当年在台湾爆红的具俊晔确实自我感觉良好，给自己的定位是帅气偶像。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？整个是黑的俊俏。再说库龙这个组合本身，姜元来负责词曲唱，卤蛋负责呦呦呦。这俩在娱乐乐落后的大陆，当时还有一对追随者。99年中国有个双人组合，名字就超库龙，叫酷火。苦熬6年之后，在2005年终于靠在星光大道上唱《月亮之上》而崛起了。能成功爆红的歌都有个共性，词儿俗，曲儿短，一句最多5、6个词儿，7个音符最多用3、4个，可劲儿循环。因为基本盘的认知就到这儿。像《兰亭序》这种词儿全用古文，曲儿缠绵悱恻，高级是高级，但很难大面积流通。到这里就是真，老登给白城大姨的深情表白：宝剑，我受你一铐子。对，基本盘的认知就卡这儿，不能再高了。库龙里面姜元来挺有才华的，很励志的一个人。如今说起来，就是具俊晔为了照顾截瘫的姜元来拒绝单飞，不惜放弃了演艺事业，如何重情重义。姜元来不是具俊晔的垫脚石，他哪儿需要就往哪儿搬，也别人说什么自己就信什么，没劲得很。2000年发生的那起造成姜元来下半身瘫痪的事儿，大家都知道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姜元来总共发生过2次车祸，这是第1次。这次车祸后，组合就解散了。从此，具俊晔停工陪伴姜元来走过低谷的营销就没断过。
以至于具俊晔吃重情重义的红利吃到现在，这已经不仅仅是具俊晔吹牛，几乎是诈骗了。而事实上，2002年具俊晔去拍了电视剧，2003年出了个人专辑，04年继续拍电视剧。具俊晔这日程安排年年都没闲着，从哪儿看出来停工了？但是为什么现在没人提这一段呢？原因是因为具俊晔使劲折腾了3年，结果一点水花都没有。他拍戏扑街是因为长得太丑，只要稍微了解点韩娱的人都知道，那才是个纯看脸的圈子，颜值战胜一切。要不韩国整容如何能登顶亚洲4大妖术状元位？李英爱的老公经商的素人一个，就这么个人都拉了双眼皮儿，可想而知，韩国人对颜值的追求几乎吹毛求疵。具俊晔就像泥坑里挖出来的，介于帅和丑之间的一种中庸长相，还带着土气和油腻感。你觉得他能干这靠脸吃饭的活吗？他发个人专辑糊了的原因更简单，不会唱，不会填词作曲，玩乐器。库隆里这一块一向是姜元来负责的，具俊晔就和挑山工一样，专干喊号子跳霹雳的活儿，但是他舞技也不出众。你说谁能掏钱买具俊晔的个人专辑是疯了吧？期间具俊晔也上了综艺，但是效果不好。他能有什么效果？提起一串放下一摊，搜过半天都拿不出一样像样的本事。唯一的优点嘛，我盘一下，演少林18铜人不用化妆。具俊晔折腾3年，哪儿都试过，哪儿都不行，只能待业。所以再说他为了照顾队友而放弃事业前，先请各位稍微下点功夫检索一下再发言。混不下去和放弃事业虽然都是没事儿做，但这俩本质上天壤之别，别瞎碰瓷。到了2005年，又努力又失败，实在混不下去的具俊晔和恢复的差不多的姜元来又合体，重新出道了。然后重点来了，这一年库隆推出了他们的第5张专辑 Victoria。 对，韩流鼻祖，亚洲巨星，此前一共就发行了4张专辑。但不幸的是，姜元来在第2年的12月17日再次发生了车祸。当时女友金松已经成为了他的太太。第一次车祸后，金松不离不弃照顾男友，俩人于2001年结婚。2006年的第2次车祸，姜元来的车撞报废了，所幸人没有受太大的伤。但此事之后，库隆合体的事儿就不了了之。我之前视频说具俊晔浊气重，还真不是违心。具俊晔从小父母离异，后来父亲去世，自己队友2次横祸，这些年积极相亲也没有结果。后来拎包入住台湾，3年不到又把太太送走了。我不是吓唬汪小菲，你当初赡养大 S， 顺道把具俊晔也赡养上，就别唧唧歪歪的了。这也算破财免灾。就具俊晔这个气场，就是一条狗跟着他都要连夜打包行李逃命。其实大 S 也命硬，无论是周渝民、蓝正龙还是汪小菲，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只能女强男弱的苟着。但他的硬遇到了一身浊气的具俊晔就不灵。具俊晔和梅艳芳如今101岁的老妈谭美金一样，那硬度是花岗岩级别的，只有他80岁的老妈能扛得住，不至于折损。母子2人一硬更比一硬硬，此外换谁都不行。2006年之后，具俊晔和姜元来分道扬镳，各自发展。姜元来专注帮扶残疾人的社会公益活动，组织了残疾人乐团和巡演，这事儿专门有纪录片。他也因此获得了韩国政府的嘉奖。2018年，他还带着具俊晔上了平昌的残疾人冬奥会开幕。对，过气的具俊晔那次能露脸，也全凭姜元来的面子。连那个轮椅舞也是姜元来的 idea， 具俊晔的舞姿又不是没领教过。
彼时江原来和金松通过试管艰难生下的儿子已经4岁。江原来发生导致截瘫的那次车祸后，具俊晔曾经给江原来彼时的女友金松写过一封信，劝他和江原来分手。松啊，我有件事想拜托你，现在就和原来分手吧。反正你迟早会离开原来，不如现在就为了我的朋友走你自己的路吧。就算你这么做，也不会有人责怪你。因为他觉得金松迟早会离开，不如现在就分手，这样对2个人都好。这件事儿在江原来夫妻在2024年参加的综艺上首次披露。金松说，当时江原来还在昏迷，他是抱着成为江原来一辈子的双手双脚的信念陪伴他的。所以收到具俊晔的信让他十分诧异。虽然当时节目上他的先生和主持人都说具俊晔写信是为了他好，但金松坚决地认为具俊晔写信的动机是他把朋友放在第一位。金松看完具俊晔的信后，第一个反应是，他怎么会这么想？他到底在说什么？我觉得具俊晔即便和大 S 结婚，而且当了3年人夫后，都未必明白婚姻的意义。所以这恰好也解释了他明明四肢健全，人模人样，却在韩国一直单着，和素人相亲都会失败的原因。即便后来结了婚，婚后他却长期待在韩国，只是有了工作的时候才回台湾。具俊晔就像有一类男人，他们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，哥们儿情义至上。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，衣服破了尚可缝，手足断，安可再续。这种男人的一生，婚姻都是游离于他们的生命之外。不结婚还好，结婚真的会害到另一半。具俊晔赶时髦也结了婚，多少人感动于他的为爱奔赴，却不知道在他的认知里，根本不懂责任和义务这2样婚姻最重要的元素。我推测他甚至不懂爱情，不懂如何爱人，不懂婚姻是需要付出的，是有责任的，是需要经营的。也许具俊晔直到现在仍不懂大 S 对他的爱，他也根本就配不上这份爱。从他为大 S 设计的雕像就能看出来，他根本就不懂大 S。他心中的大 S 就是这个样子，而了解大 S 的人是绝对不会把一个卡通手办对标到大 S 身上，那简直太扯了。大 S 一直是以侠女自居的，是以一匹狼自居的，是演过无法超越的山菜的，是能扛起一家人做全家女人的主心骨的。她这一生虽然短暂，但也是可圈可点，值得被记住的。但具俊晔居然搞了这么个抽象的玩意儿。我只想问问，一帮人围着这么个莫名其妙的雕像哭的时候，真不觉得尴尬吗？兜兜转转，大 S 终是错付了。再说个冷知识，具俊晔27岁出道，但25岁就开始脱发。正常的经纪公司会签一个秃子吗？12盘咸菜都比他周正。所以最初公司并没有打算让具俊晔加入酷龙，是江原来坚持要共进退，因为2个人是发小和好友，所以具俊晔才得以出道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当年换一个有头发的，酷龙可能会走得更远。更何况没了这股浊气，江原来会不会发生车祸还是两说。一起出道的2个人，瘫痪了的江原来在公益圈做得很好，有口碑，有事业，受人尊重。四肢健全的具俊晔50岁要老妈挑鱼刺儿，只能相亲素人，就这还不成功？怎么一和 S 重逢竟然成了事业道德双模范？而且更神奇的是，还变成了一个吃等女友10几年，感情一片空白的纯情男子。你们可别逗了，男人没钱未婚叫光棍儿，有钱未婚叫钻石王老五。至于具俊晔嘛，
老光棍儿。那么在2022年，具俊晔入赘台湾之前的那些年，他在干什么？